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大象一度是神圣的象征。它们以庞大的身躯、温和的性情和惊人的记忆力，被尊为自然界的智者。在东南亚，象征着吉祥与力量的白象曾是王权的象征。在中国古代，大象一度被献入皇宫，成为祭天典礼上的主角。在非洲，大象是部落精神的守护神，是大地母亲派出的神兽。然而，与这些华丽、庄严的文化象征截然相反的是，大象的真实命运却往往是一部充满屈辱、苦难和鲜血的奴役史。他们被铁链绑住四肢，被象钩刺穿皮肤，被迫在烈日下拉运巨木，顶着游客行礼微笑，在水泥舞台上站立跳舞。一场表演的背后，可能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被暴力摧垮的训练过程。更讽刺的是，在某些地区，象奴不仅指的是被人类奴役的大象，更是曾经存在于现实历史中的一种人类身份，专门服侍、管理，甚至与大象共配的贱民群体。这不仅仅是关于大象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乎生与死、文明与野蛮、压迫与生存的真实记录。本期将带你穿越亚洲丛林与皇室典籍，深入泰国象奴村、老挝红木走私路线、旅游景点背后的训练营，揭开象奴制度的历史起源、现代形态以及仍在持续的苦难现实。当我们一次次在社交平台上为大象的画画天赋欢呼，在异国旅行中享受骑象体验时，是否愿意低下头，看看他那一双早已失神的眼睛？他们从来没有选择过自己的命运。在泰国东北部的素林府，有一个被称为象奴村的地方，这里居住着泰国的原住民族奎人。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他们以驯养大象为生，家家户户都有象，孩子从小便与象为伴，女人负责照料象只的饮食，男人则带着大象外出打工赚钱。看似传统的共生关系，背后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大象每天吃掉300公斤草料，喝上100升水，一头成年象一年要花掉约20万元人民币的养护成本。但在现实中，大部分象奴家庭几乎是赤贫，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象出租或带出去跑场子挣钱。有的大象被带到曼谷的街头，为游客鞠躬、接钱、跳舞；有的被送入动物表演园，表演画画、踢足球；有的则在丛林旅游区，日复一日驮着游客翻山越岭。而这些所谓的技能背后，是从幼年开始的摧残式训练。他们本能反抗，却被强行压制；他们表演时微笑，其实是被迫将鼻子放低，以避免再次遭打。至于象奴家庭，生活条件也极度贫困，因为象的饮食优先，他们自己常年吃不饱饭，住在破旧铁皮屋中。有村民坦言，象要是饿了会发疯，人饿了咬咬牙还能撑。而在泰国的邻国老挝，象奴的形象更加隐秘，但更为残酷。在过去几十年，老挝象多用于森林伐木，尤其是在红木走私产业链中扮演着沉默的罪人。大量象被用来拉运红木，这种工作要求他们在潮湿、崎岖的森林中长时间拖曳上吨重的木材，每天10几个小时，日复一日，没有护具，没有休息，没有医疗。很多象在山路中摔倒、骨折，甚至直接死在运输线上。2017年，一头名叫蹦的老象摔倒在泥地中，全身多处骨裂。它曾经是村庄的顶梁柱，被视作家庭成员，但因为太老、太弱，无法再工作，最后被象奴贱卖给中介公司，几个月后死于山林中，无人问津。另一头象 Billabong 被困在山地伐木营中15年之久，身上布满鞭痕与铁链勒痕。直到动物保护组织发现它时，它已严重营养不良，情绪极度紧张，甚至不再与人对视。这种以象换钱、以命养家的结构并不罕见。在红木价格飞涨、人力运输难度大的背景下，大象成为最廉价、最高效的天然动力，而象奴们则成为产业链最底层的隐形工人。他们和大象一样，都没有选择权。
无论是在泰国的象奴村，还是老挝的伐木象营，大象的奴役从未结束，只是形势变化。过去，他们被皇帝控制，现在他们被资本与旅游产业掌控。过去，象奴是政治羞辱，现在象奴是生存所迫。游客看到的是微笑、拍照与互动，但真正的故事是大象脚下那块早已被泪水和血染湿的土地。一头大象如何从自由奔跑在森林中的庞然巨兽，变成站在舞台上听从口令、鞠躬、转圈、握手的表演者？答案藏在一种残酷至极的驯象过程中，它有一个冷冰冰的名字——摧垮。这不是训练，这是彻底打碎意志的系统化折磨。摧垮并不是驯兽师口中的训练，而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精神摧残程序。它通常发生在幼象1至3岁时，此时小象刚刚被从母亲身边强行带走，还来不及理解什么叫人类的语言，就必须开始接受规则。整套摧垮流程包括4个阶段：先将幼象与母象分开，断绝情感依附，剥夺它的安全感，再将它关入专用的木笼中，全身用粗绳或铁链绑住，无法活动。同时，驯象人使用钉钩、木棍、电击器等工具，在它反抗、惊恐、尖叫时进行殴打、刺扎，最后在连续多日的摧残后，开始投喂食物，同时配合命令训练。一旦不配合，即再度施加暴力。据泰国一名前驯象人坦言，训练期间，象的叫声会持续3天3夜，幼象往往在几天内体力崩溃，眼神呆滞，不再尖叫，表情木然，这就意味着它已经被摧垮了。在泰国清迈，一头名叫恩蹦的幼象曾被媒体曝光，它被关进木笼时只有2岁，第一次看到铁钩就吓得全身发抖。3天内，它不停挣扎，曾试图用鼻子顶开牢门，却换来了数十次尖锐钩击。到了第4天，它不再反抗，只是安静地低头站着。几个月后，恩蹦被拉到旅游训练营，学会了画画、鞠躬、站立、伸鼻子、接钱等项目。每完成一个动作，就会得到1小块香蕉作为奖励。如果做错动作，等待他的是钩子、棍子与怒骂。游客们纷纷围观，为会画画的大象拍手称奇，甚至掏出更多小费。但他们从未看见，当恩蹦微笑接钱的那一刻，他脚下早已布满裂开的旧伤口。在表演与拍照之外，一件不起眼却极其关键的工具是象钩。这是一种带有尖刺的金属钩子，驯象师将其握在手中，挂在象耳边或鼻子附近。只要象的动作稍有迟缓，就会立刻以钩刺加以惩戒。正因为此，游客拍照时总能看到大象乖巧地张嘴、伸鼻子、低头微笑。可那不是开心，是顺从，是被钩刺多次后条件反射形成的表演姿态。更残酷的是，有些象奴甚至会在表演前1天人喂地不给象喂食或饮水，目的是让他在隔天表演时更加配合指令，以换取食物为奖赏。大象是拥有高度社会性、情感与记忆的动物，一旦被剥夺社交、自由和自我主张，它们不仅身体受到摧残，心理也会崩溃。部分被救援的大象常年患有 PTSD， 它们不愿与人眼神接触，还会在夜间频繁甩头、拍耳，同时拒绝进食，拒绝亲近其他象，有些甚至自残或攻击自己脚部伤口。这些行为在人类身上被称为心理疾病，而在人们眼中，它们只是不听话的大象。摧垮训练的本质从来不是教育，而是征服。征服一头自由的灵魂，把它变成工具、商品、舞台上的小丑。而这一切往往在他3岁那年就开始了。在人类的社会里，当一个人年迈、疲惫，无法继续工作时，理应可以退休，享受一段宁静的晚年生活。然而对于大象来说，他们的生命几乎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预定为劳工的一生，他们没有自由，更没有退休2字的权利。在东南亚数以万计的大象中，绝大多数从小被驯化，成年后劳作，年老后继续服役，直到彻底崩溃，
病死、饿死为止。甚至许多大象死前依然背负沉重木材，或者还在舞台上表演最后一鞠躬。在伐木行业中，大象承担着人力难以完成的运输任务，它们每天被迫拉运几百公斤至上吨重的木材，往返于崎岖的山路、泥泞的森林之间。据统计，一头成年亚洲象在工作高峰期每日负重可达500公斤，工作时常常达8到12小时。即便天气酷热、雨季湿滑，只要人类喊一声，它就得起身拉动。而在旅游业中，象被当作移动交通工具与现场表演者，每天要接待几十轮游客，重复着走圈、下跪、敬礼的流程。驮人行走一趟约40分钟，重压下的象背逐渐塌陷变形，脊柱移位甚至穿刺皮肤，但没有人会去检查一头象的健康报告。它们不能说话，也没人在乎它们疼不疼。在自然界，大象的平均寿命可达60至80年。然而在被奴役的环境下，很多象早在40岁之前就以疾病缠身，精神崩溃。以一头名叫蹦的母象为例，它从10岁起就在伐木队中工作，连续服役40年，直到80岁仍未退休。它的腿骨严重变形，耳朵上有上百处疤痕，背上是永久性凹陷的压伤。它最严重的一次伤是在一次下山时摔倒，无法自行起身，象奴没有能力救治，只能用铁链将它固定住，等待恢复。而这一次他再也没有站起来。蹦最终是在泥泞中倒下，身下是被拉断的草绳和血污泥水。而更多老象的结局是继续上场，直到突然倒下，无法站起，再被拖走，埋入土中，无声无息地从这个世界退休。大象是群居动物，智商与情感水平与黑猩猩、海豚相当，具有极强的情感连结需求。但在商业模式下，它们常常被单独圈养，隔离在铁链上，日夜孤独。长期的孤独和压力导致它们出现自残、攻击行为，甚至无故伤人事件。但在人类眼中，这不是心理崩溃，而是发疯危险。结果便是被关禁闭，再度惩罚，甚至直接处理掉。就算一头象真的不能再劳动了，它也可能还剩最后的价值。人们会将其出租做展览动物，被拍成象类情感影片博得同情，再贩卖门票，被慈善旅游项目包装成退休象，继续承担轻度劳动，哪怕死去，也可能被制成标本，摆在商场、寺庙，成为另一种文化纪念。这是一头大象从出生到死亡的商业流程图，每一个环节都有收益，唯独没有尊严二字。大象不是工具，也不是演员，它们曾经是森林的主宰，是草原的旅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在人类的社会系统中，它们被压缩为一个角色，用到不能再用了为止。而这场从出生持续到死亡的奴役并没有终点。在人类的古老传说与图腾中，大象一直拥有着非凡的地位。在印度，大象头人身的神奇像神家内石，是智慧与财富的象征，被亿万人膜拜。在中国，大象不仅出现在古代祥瑞记载中，甚至出现在《周礼》《山海经》，被视为祥兽。而在泰国，白象则是帝王身份的象征，代表着天命和荣耀。在人们的想象里，大象是有灵性的动物，它们温顺、强壮，有记忆，有情感，是自然界中最接近人性的生物。电影、动画、绘本中，大象总是承担着憨厚、正义、忠诚的角色。然而，这一切文化意象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裂缝。这头森林里的巨人，在漫长的人类文明进程中，逐渐从神圣走向了奴役。从古代的战争工具，到皇家仪仗，再到今天的旅游业表演动物，甚至伐木与劳力替代者，大象的命运早已不再属于自己。它们被人为地剪断了野性的触角，被迫戴上枷锁，成为人类欲望的延伸工具。更令人震惊的是，人类对大象的奴役从来不只是简单的利用，而是一整套完整的驯服系统。
他不仅要驯化一头大象的身体，更要摧毁他的意志。所谓驯象，往往意味着摧残、痛苦与绝望，而这种制度不仅存在于近代的旅游和伐木产业，更早在数百年前的帝国宫廷、军队与社会边缘阶层中就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以中国明清为例，相奴一词曾经真实存在。在明成祖朱棣夺权成功之后，一些官员与其家属被贬为相奴，配给相夫为妻，作为一种羞辱性的政治惩罚。清朝宫廷中亦有专门的相夫、相舍以及驯象制度，这些制度背后是大象作为国家工具的定位，也是人类对动物与人的双重控制方式。在今天的泰国、老挝、缅甸、印度等地，大象依然以劳动者的身份活跃在人类的产业链中。他们可能每天拉木头、驮人、接受拍照、跳舞、走秀，而他们背上的人却从未想过，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又是谁给了人类这样的权利？相奴这个词听起来像是形容大象被奴役的称谓，但在某些历史时期，它却真实存在于人类社会的身份体系之中，不仅指大象，也指服侍大象的人，甚至是与大象同等身份的人类贱民。在中国的正史和笔记中，相奴一词最早出现在明代。在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之后，他对前朝忠臣进行大规模清算，有些被贬官员的妻女竟被配与相奴为妻。所谓相奴，是专门饲养和驯养宫廷大象的奴仆，这个群体地位极其低下，与养马的马奴、饲鹰的鹰奴一样，都属于皇家驯养体系中的最底层。相奴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象征性的贬义。在明史中就有记载，靖难之后的大臣胡润、宦官侯泰等人的妻子、女儿被发配相奴，不仅是剥夺自由，更是将其女性身份与驯养大象的奴仆捆绑在一起，构成一种彻底的社会侮辱。这种做法不仅是对家庭名誉的玷污，更象征着他们从士族之家彻底堕入贱民阶层。朱棣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政治报复，一方面则是通过制度化的羞辱打压前朝忠臣的后代，使其家族彻底失去翻身的可能。在封建社会中，女性贞洁观念极重，这样的配相奴行为几乎等同于斩断一个家族的道德血脉。进入清代，皇家对大象的使用制度更加完善，清宫设有专门的象房，饲养用于祭祀、仪典与阅兵的象群，相夫负责为皇帝御用大象清理、喂食、训练，其生活环境极其艰苦。大象常年被囚禁于狭小空间中，饲养者既要承担安全风险，又要对象的情绪负责。一旦发生象伤人事件，相夫极可能被处以重刑。不过，相夫在皇宫之中永远无法进入权力与主流阶层，他们的身份世代固定，类似于工匠或乐伎的降级，在社会中难以翻身。他们既是象的奴仆，也是制度的奴仆。与中国相似，泰国、老挝等地的相奴制度则从皇家扩展至民间，形成一种独特的职业和族群身份。在泰国的素林府，有一个名叫溃的族群，自古以来便以驯象为业，被称为象民。他们世世代代与大象为伴，负责捕捉、训练、饲养，并在大象死亡后安葬他们。但溃人并非完全自愿，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其他生计来源，一旦家庭拥有一头象，就必须投入全部人力与资源去养活它，因为大象一旦失控，便可能对村庄造成伤害。因此，象奴制度在这里既是文化传承，也是无奈的命运绑定。在历史长河中，大象从战争工具、皇家仪仗，逐步演变为旅游与产业链的一环。而那些被贴上象奴标签的人类，也同样被制度与贫困牢牢绑定在这长达数百年的象奴链中。他们生来就知道，只要有象，就永远脱不了苦。象奴在今天的东南亚，并没有随着帝王制度的终结而消失，它只是换了一副面孔，
从古代皇家奴仆的身份转变为在资本链条中负重前行的像工人与像艺人。旅游产业、非法伐木、动物表演构成了像奴制度的现代形态。这是一场表面上美丽，实则残酷的悲剧轮回。当我们将镜头转向现实生活中那些像奴们的聚居地，会发现许多故事并非单纯的黑白对错，也不只是施虐者与受害者的单向关系。在奎村，大象不仅是工具、交通象征，更是家庭成员。每户人家养象，便意味着多了一张巨型嘴。一头成年象每天需消耗超过300公斤的食物和上百升水，稍有不足便会情绪激动，甚至攻击人。为了养活一头象，整户人家必须拼命挣钱。有的带象去城里表演，有的加入伐木队，有的干脆租给旅游公司。当大象生病、生气或拒绝配合工作时，主人也会挨饿。这种捆绑关系几乎剥夺了象主一家脱贫的机会。正如村民所说，养一头象不是致富，是锁链。为了缓解象奴与象之间的矛盾，泰国政府近年来推出了象归故里计划，即鼓励在外工作的象与象主返乡定居，减少象在城市中被表演、被剥削的情况。配合该计划，一些地方政府修建了象棚、饮水设施，并设立补贴机制。但这些补贴远远不够象的日常开销，大多数家庭仍需自负盈亏。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旦象回家，象主就失去了收入来源。于是村庄内形成一种悖论，这个问题不只出现在泰国，也出现在老挝、缅甸等地。对象的保护最终回到最现实的根本：钱。当你看完一头大象的一生，从3岁那年被摧垮意志开始，被迫学会表演、驮人、搬运木材，忍受鞭打、饥饿、孤独、痛苦，直到年老无力再工作，被丢弃、死亡或转卖后，你是否会思考，他的一生究竟值几个门票钱？答案是，他的命运从未自己掌握。他生而为奴，被人类决定吃什么、睡哪儿、做什么，要不要继续活下去。可大象本不该是奴隶，它们本是森林的主宰，草原的漫游者，是群居、智慧、深情的居首。它们有记忆，有悲伤，会思念死去的同伴，甚至懂得哀悼。而我们人类恰恰是靠这些优点爱上它们，然后将这些特质用来控制它们。在现实中，亚洲象的处境正变得岌岌可危。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统计，野生亚洲象数量已从100年前的20万头锐减至不足5万头，且仍在持续下降。象牙买卖、栖息地破坏、非法伐木、旅游剥削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其中最荒诞的一项数据是，在泰国，圈养象的数量已超过野生象。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制造出了比自然还多的象，只为了服务人类自身的需求，不管是拉木头还是娱乐。但不是所有的结局都注定悲剧。近年来，一些东南亚国家开始试图做出改变。老挝政府在2016年宣布禁止红木出口，间接减少了伐木象的使用需求。泰国部分省区也开始对骑象旅游项目设限，一些像友好营地开始提供无骑乘、无表演的自然观察体验，允许游客远远地看象在森林中自由活动，不打扰、不接触，只是安静地注视。在印度、斯里兰卡等地，更多大象被野放或安置于真正意义上的庇护所，接受医疗照护，与同伴共居。而在社会层面，全球性的抵制与教育运动也正在兴起，越来越多旅游平台下架骑象产品，越来越多学校将动物伦理纳入课程，越来越多志愿者走进象营，为他们擦洗伤口、建造象棚、修复精神创伤。这是一场缓慢而艰难的转变，但正如自然万物需要时间一样，尊重的诞生也许正来自一代人的觉醒。真正的问题不是大象还能不能自由，而是我们是否还愿意给它自由。这世上最该被释放的，不只是那些带着铁链的大象，
更是我们内心那个以支配他者为乐的野蛮文明。长视频制作不易，如果您还喜欢本期内容，欢迎订阅、点赞、转发，我们下一个视频会更精彩。